如果尼安德特人没有灭绝的话，那现在统一地球的还会是智人吗？霍莫塞皮恩斯在拉丁语中代表的是有智慧的人类，也就是目前生活在地球上的我们。差不多从800到400万年之前，人类跟黑猩猩共同的祖先选择了不同的道路，也就是从这个时候开始，人类这一支演化出了很多不同的物种，甚至可以说当时的地球上有很多人种在共同的生活。那在这其中有一个我们最出名的亲戚就是尼安德特人，他们大概是在4万年前左右从地球上消失的，也被认为是最晚灭绝的古人类之一。但最后是因为什么消失的到目前还没有确切的证据。但在所有的因素里有一条跟我们视频之前里说的近亲繁殖是有很大关系的。大家好，今天聊，如果让尼安德特人活到今天的话，那统一地球的会是智人还是他们？或者说我们能不能和平的生活在一起？霍莫塞皮恩斯，也就是现在的智人，跟尼安德特人都是在40万到35万年前从一个祖先那儿演化出来的生物。那只是后来的智人一直都生活在非洲大陆，而尼安德特人不知道出于什么原因就离开了非洲，一直迁徙到了现在的中亚和欧洲地区。那因为距离的原因，两个人类种群在这几十万年的时间里都没有任何的交流。但是大概在6万年前左右，智人也走出了非洲，按照之前尼安德特人的路线，先进入了亚洲，又迁徙到了欧洲。那这就说明在某个时间重叠的期间，智人跟尼安德特人应该是在某个地区见过面，或者说有过交流，甚至两个人种之间可能出现过竞争、合作或者融合的情况。但具体是什么样的，目前还没有找到任何的证据。那只是有一点是我们现在可以肯定的，智人跟尼安德特人确实通过杂交繁衍过后代。那这也是为什么现在人的体内都有1%到2%是尼安德特人的 DNA， 而且用我们现在人的眼光，在外表上也根本分辨不出来两个人种的差别是什么。那这里要说一下尼安德特人，他们有一些非常典型的特征，其中就包括身材相对来说更加的矮小，但体格非常的健壮，后脑勺微微的向后突出，还有很大的眉骨和宽大的鼻梁。那虽然在这些方面上有一些差别，但只要看到尼安德特人的复原图，我们一眼就能认出来他们就是人类。但智人跟其他人种的差别不是在外表上，更重要的是在智力包括语言的沟通能力上。那虽然我们现在还没有证据能证明尼安德特人他的智力水平有多少，但是根据他们的外表和脑容量来算，应该跟我们现在的人类智力差不多。因为在考古中还发现了这些尼安德特人居然会在石壁上作画，还知道埋葬自己的同类。那这些行为都代表了尼安德特人他们有很高的思维能力，而且在语言能力表达上，科学家还在他们的身上发现了跟我们一样可以控制语言发育的 DNA FOXP2， 包括舌骨跟喉骨的形状也证明了他们有跟现在智人同样的发音能力。而且在模拟实验中还发现了尼安德特人他可以听到人类语言发音的声频。那这些加在一起都证明了他们是有智慧的人种，是像我们一样可以通过交流相互合作的人。那为什么这么聪明的尼安德特人会在4万年前突然就从地球上失踪了？所以想知道尼安德特人如果没有灭绝会发生什么，就必须先要解开他们消失的原因。那虽然现在没有明确的证据，但有2个说法是目前可信度比较高的。那首先，尼安德特人他的灭绝跟智人没有关系。第2个说法是因为尼安德特人跟智人有了接触之后才灭绝的。这其中支持第一个观点的人认为，他们的灭绝应该是跟气候的变化有很大的关系。因为这些尼安德特人他比智人的身体要更加的强壮，又有更多的肌肉，所以需要的食物量也就更大。这就代表一旦出现了极端的天气，就会有断食的情况发生。那根据科学家推测，这些尼安德特人的总人数可能只有5000到7万人左右，而且他们还都分散在不同的地区，所以只要出现大批量的凋零，基本上就很难再通过繁殖恢复人口。那第2个假说认为，尼安德特人的灭绝跟我们有很大的关系。那首先，他们在跟智人抢夺资源的时候失败了。那其次，智人身上有一些自身免疫的病原体，
但尼安德特人对这些病原体没有任何的抵抗力，所以就团灭了。那现在除了非洲人，其他智人的体内都有1%到4%的尼安德特人的血统。那这个发现就让一些学者认为，尼安德特人没有真正的灭绝，它只是在跟智人不停繁殖的时候，让我们的基因占据了上风。那根据统计来看，当时的纯种尼安德特人只有几万人，对吧？而在5万年之前，智人的总人数差不多就超过了200万。因为人口基数的差距，尼安德特人跟智人在混血之后，男性基本都没有继承尼安德特人的 Y 染色体。但幸好这个染色体没有被保留下来啊，因为它在生殖方面可能存在很大的问题，结果就引起了无法再继续繁殖后代，让原本就人口稀少的尼安德特人慢慢的走向了灭绝。那其实从这些证据里就能猜测到，想让尼安德特人逃过灭绝的情况，唯一的出路就是他们能找到一个环境稳定、食物充足的地方，而这个地方还不能出现智人。但问题是啊，没有这种地方存在，除非在那个时候他们就已经学会了造船航海，一直漂流到类似夏威夷这种热带岛屿上才行，因为这样他们就有几万年的时间可以作为缓冲，不去跟我们接触。那假如尼安德特人真的藏到了现在，那我们跟他们第一次见面会发生什么？那其实啊，这个从人类的行为轨迹上就能很好的找到答案。因为从大航海开始，欧洲各国的船基本跑遍了全球，而且只要发现有人的地方，就会出现掠夺甚至侵略。这其中除了战争，还给当地的居民带去了大量的传染病，让很多地区的原住民啊都开始出现大量的凋亡。所以跟这些尼安德特人在见面之后，也一定会发生侵略或者战争。但就算没有发生战争，那几万年没有跟其他人种接触过的尼安德特人，对我们现在身上的病原体应该也是没有任何抵抗力的。那结果啊，不是凋零在武器下，就是凋零在传染病下。那再一个啊，他们的长相应该也可能会在某种程度上被歧视吧。那还有一种可能，就是这些尼安德特人在14世纪开始就会被当成奴隶，因为他们的肌肉量更大，更适合短跑，做事更有爆发力。那虽然这只是一个猜测，但以当时欧美人的性格，他不一定不会这么做。最后，就算尼安德特人可以侥幸的存活下来，但在发展上也一定比不过智人。那换个视角来看，与其被打压的活着，还不如以这种基因的形式继续的繁衍下去更好。